我一直以为牛骨只有在四川才有，然后今天惊奇的发现，原来意大利人并不只会做披萨。意式快餐可真好吃，果然《梦华录》里面说的是对的，东京不只是富贵迷人眼，还有这种热量的诱惑啊！虽然它里面说的是河南那个东京，我今天本来是在下北泽逛街，但我隔着玻璃都能看到师傅拿着披萨往火炉里面送。咱们就是说不吃还是人，没，不吃也可以。すみません、3名で予約はないです。他们家是今年新开的店，没用几天就成了下北泽的人气店。看着他们家的菜单，竟然有一丝感动。他们家的菜单看上去都好有食欲啊！他们家是做牛棒骨和披萨的意式居酒屋啊，身在曹营心在汉，想念四川棒棒骨的第845天。而且他家是在你面前做披萨，我还是第一次目睹披萨从无到有的过程。它原来是这样摊开的呀！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菜啊，像是用披萨的边角料做的磨牙棒，非常脆，有点拇指饼干那个意思。第二个菜是牛舌沙拉，哇，好难吃啊！这也是可以说的吗？我发现我真的没有吃沙拉的命。你们说牛也要吃草，但为什么我吃了牛就不能算我吃了草呢？哎，不管，活到150。接下来是一碗巨香的菜，橄榄油炖的口蘑加香肠和鸡胗，旁边还配了一个小面包，哎，肉眼可见的热量。先吃一口鸡胗，入口就是油，满满的橄榄香味，它已经渗透到鸡胗的每一个细胞里，感觉像是先用橄榄煮过再煎，保留着嚼头，然后口蘑加香肠，这一口吃到了橄榄里面煎的蒜末。果然一餐是最接近中国人口味的欧洲料理。再拿着面包蘸一下橄榄油，再搭配着香肠，它这个面包还有点韧劲，蘸着肉香和油香结合的汤汁，就是说太开胃了。我让你想喷一点这个奶油在嘴巴里。然后就是这个了，牛髓芝士土豆泥，服务员会帮你把牛髓刮到芝士泥上面，它那个牛髓的骚味特重，巨香。牛髓本来就有股奶香味，再加上芝士特带的那个奶香，它整个这盘菜就非常扑鼻。如果你喜欢这种牛奶的香味，就这个菜甚至很下饭。这个得再加一份。下一个是香煎鸡腿肉排，就是在切开鸡肉的时候，还是能感受到它煎得很嫩，整块看上去都油光发亮。一入口先是清新的迷迭香的味道，鸡肉的汁水确实很多，还有那种鸡皮煎的软脆的口感，再配了一口彩椒，它跟日式鸡排完全不一样。鸡排吃出了牛排的感觉，就是一点也不油腻哦。然后是重点，在我们面前刚烤好的玉米披萨，你们知道烤包谷的那个味道吗？就是它自带一股有味道的风，然后因为它是薄饼披萨，就不会拉丝，有点遗憾，但它真的很好吃，有一种奶油玉米浓汤的味道，润物细无声的奶甜，但是吃起来又会有一种美式披萨的厚实感。吃披萨可以最大程度的满足你。然后下一个菜，这个大骨头端上来的时候，什么呀？我一个疑问，这东西要怎么吃啊？服务员说这个是他们家的限定菜，我也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。它虽然很大，但它整个感觉烤的还是很软烂，拿叉子轻轻一扯就撕开了，凑近还能闻到表面的焦香，还有淋在上面橄榄油的香味。拎起来的时候，肥肉的油都在往下滴，骨头的肉是剔下来的，做成了卷肉烤的，肥肉的部分特多，甚至有点像在吃肥肠，而且它又撒了孜然，就像孜然肥肠一样。切开之后里面还是粉嫩的，哇，还是挺鲜嫩多汁的，甚至里面还有脆骨，嘎吱嘎吱的，太顶了。尝试着配了刚才的土豆泥吃，肉和蔬菜都有了，哎，又可以活到150了。这天就是意外的好吃，我们现在加点菜。万万没想到，意大利人也吃生肉啊，不过是生的马肉，不难吃，但是也不怎么好吃，就是不如和牛，更像包子馅儿了。马肉有一种淡淡的草香，肉还是很嫩的，就是我不喜欢吃菜啊。真的吗？今天吃了猪牛鸡，最后再点一个羊，油炸羊肉球，看起来像可乐饼又像狮子头，下面是一层芝士土豆泥，羊肉末的膻味是最重的，而且它里面的肉打得很细，搭配着土豆泥还是挺过瘾的。他们家就非常的适合年轻人来，巨便宜，而且特过瘾。那个玉米披萨我是真的爱了，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哇，好高，卡玩意儿。我一直有个疑问，喜欢吃法餐的人到底是喜欢它什么？本人因为最近吃的太好，体重又成了上升趋势，所以又怀念起了以前做大冤种的时候啊，不对，是吃法餐的时候，而且法餐还没什么人看。终于又到吃法餐的日子啊！今天吃的这家店位于东京的涩谷，涩谷是一个什么地方？就是那个在日剧里面经常能看到的地方，非常的乱，当然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的那个乱，它比较像成都的春熙路或者太古里。怎么又在说废话了？法国人不讲话，我们开始吧。装修非常有法国氛围感，但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这是一家以可持续为理念在做的餐厅啊，说白了就装。我们点的还是他们家最贵的套餐，第一道菜造型有点好看，哪个可以吃哪个不能吃我们也不知道，但是我相中了这个马卡龙，其实还挺好吃，层次分明，外酥里软。下面这个一小杯，像是果冻上面放了2个小虾，它其实就是果冻包裹着芝士，口感非常奇妙。然后是一个法式薄饼，上面搭配了一点肉末和一些草，这种菜一般分量小到尝不出什么味儿，不过还好这种高级法餐厅一般还会给你一个比较软的面包，而且这种法棍和面包可以无限加，就是说如果不要脸的话可以一直把他们家吃到破产。但它这个烤的软面包是真的很好，它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和酵母的味道，涂上一大坨黄油，比刚才的前菜还好吃。接下来切入正题，就是在法餐店里面摆盘越精致的菜，你越不知道它是什么菜啊，非常的可持续，大自然的味道。它这个底下的薄片吃起来像饼干，上面是几片黑松露，还有一小坨鹰嘴豆泥，旁边的玻璃杯里终于见到了今天的第一坨肉，给了好大一块鲍鱼啊！它把里面那个鲍鱼做的非常的软，然后这一整个小碗吃起来很像那个中华
海草，就是酸酸甜甜，清爽开胃。然后是这家店的招牌菜，长得像鲷鱼烧，但是打开之后别有洞天，里面是一块煎的已经色泽诱人、饱和度拉满的香煎鹅肝，就是用叉子戳进去都感觉不到任何力道，牙齿一口咬下去，那个油水瞬间从每个细胞里面爆开，那个绵密的鹅肝带上一点稍微甜口的酱汁，甚至还吃出了红烧肉的感觉。油脂带来的快感指的就是这个了。但我还是更喜欢土豆泥配鹅肝，这两个口感绵密的东西配起来就是一绝。这个黑色的鱼我怀疑它就是纯装饰，搭配起来吃也没有任何的帮助。接下来是个很怪的菜，服务员说是要把碟子里面的菜放到杯子里就是说一顿操作猛如虎，评分只有2.5，果然装还是得看法餐。然后这个菜我不敢讲太多啊，荤蘑菇，它里面那个抄手怎么说呢？它的皮儿超级的厚，可能是法国人对中华料理的误解。下一个菜，服务员说它是美国热狗，但是它到了法国就自动缩小了，可能法国人的尺寸和美国人还是有点不一样的。然后龙虾端着上来啊！今天的第一次心动，感觉终于有点不是只给名媛吃的东西了，其实还挺大一只的，肉质还是很紧实的，好像是和超市的不太一样。其实开始吃饭之前，服务员就已经把活虾拿到我面前给我看了一眼啊，只是没拍到。它是甜辣的红酒风味，好吃，但就是没吃够。最后的主菜是一盘鹿肉，我的最爱，还是那股熟悉的介于山和心之间的味道，就是那个木头的药材味，那股木头的味道很明显，那个味道真的吃一次就上头了，可能是3分熟的样子，特粉嫩，然后中间的部分嚼起来特别细腻，还有旁边焦焦的玉米，非常的大自然。炭烤的玉米不用啃着吃，感觉好奢华。然后是吃芝士，它会让你先选几种，然后搭配着这个法棍片一块吃，就是我有点吃不来。然后就是法餐里面非常复杂的一个部分，最后的甜品，一般法餐的甜品分为3个菜，第一个豆腐冰淇淋，第2个桃子，第3个就是蛋糕，它们都巨甜。好的我们全部吃完了，就是没有吃饱，反正每次吃法餐都没吃饱，我们就当做了个慈善，减了个肥好了。垃圾推荐指数7分，好贵呀！烧鸟，每一次我来吃烧鸟的时候，评论区都会有人说，哇，你好有钱啊！但其实日式烧鸟是在日本非常平民化的一种美食，因为古代的日本根本就没什么可吃的，猪啊、牛啊、羊啊这些老百姓根本吃不起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鸡特别便宜所以烧鸟这种文化就在日本兴起了，直到现在。今天我们来吃的这家店，属实长路漫漫，我真的找了好久才找到。日本评分3.66，很优秀，但好像又没有完全优秀啊！什么啊？又到了吃提灯的日子，咱们就说几经转折，终于在这片钢铁森林里面找到了它。到西西汉有啊，下の量です3名で。嘛，废话说太多，我们开始吧。店里的氛围还是很装逼的。今天的第一口，它好像是一个寿司，但我不太确定。这一口下去，仿佛吃了一口在海里游泳的鸡，鲜还是很鲜的，毕竟有鱼子酱。我就在想，你们说古代人有吃过鱼子酱吗？咸中带一点点海的那个甜味儿。接下来是玉米浓汤，日本人特别喜欢在里面加芝士，然后是姜葱生鸡肉搭配了一片美瞳，好怪哦。好了，在这些可以有但是没什么必要的菜之后，终于进入了今天的正题。第一个串鸡心管卷，好绕口。这个部位好像平时没怎么吃过，一口下去那个血管里面是滋滋冒油。或许你们吃过那个九转大肠，里面那个油的味道就和它很像。看这个油光发亮的表面，这个就是真实的诱惑。脆的内脏，卷着软的内脏，口感特别丰富。接下来是我们最爱的蔬菜虽然我不喜欢吃，但大家还是多吃比较好。好像是我的错觉，他们家每一串的分量好像都比较斯文，不是我抠，是我吃到现在根本没什么感觉。里面粉嫩半熟的鸡胸肉，看着就很软弹，发挥依旧很好，进嘴之后那种龟苓膏的吃感，再搭配一点芥末和生姜，你就会发现好的烧鸟店有个特点，就算是鸡胸肉都可以嚼出油水。它上面那个芥末生姜，其他有点辣。哇，接下来是这个，大家去吃烧鸟店不来一串我都会伤心。他们家这个鸡脖子肉串得整整齐齐的，咬下去的时候肉一点都不松散，每咀嚼一下都能感受到它的弹性，但就是有点油，特别是我最近都吃的太油了，认为香菇适合拿来烤而不是拿来炖，因为它里面的汁水太多了。虽然我也不知道那个水是什么。接下来的这串我满脸的笑容就是对它最大的诚意，爆浆鸡肝。话不多说，先入为敬，它的口感和溏心蛋是一个道理，就是流心鸡肝，外面那圈烤得比较熟的部分就很绵软，它包裹着里面还是比较深的鸡肝液体，就是吃这个串是不需要牙齿的，用嘴唇和舌头就可以把它弄碎，滑溜溜的在嘴里像是含了一个果冻，真甜。下一位家里甜虾，这个绿色的我就不吃了，上面是一点调了味的鱼子酱。鸡肉丸永远是烧鸟里面最能满足肉欲的一块，你们永远可以相信加了脆骨和紫苏叶的鸡肉丸，因为它吃起来口感非常丰富，细腻的肉泥搭配嘎吱嘎吱的脆骨，紫苏叶更是激发了整串丸子的香气。然后是快乐小鸡翅，今天它不应该在签里，它应该在盘里。鸡翅非常优秀，不愧是鸡翅上最难烤的一个部位，鸡皮的油脂特别丰腴，但又不会腻，里面那个紧实的鸡肉和炸出来的完全不一样，谁能拒绝充满炭火气息的烤鸡翅啊？哇，那股焦焦的炭香，太爽了！猝不及防，主食上场。第一碗先是酱油拉面，先来口汤，汤底用的是熬了8个小时的鸡汤，它好吃是好吃吧，但就是很没劲儿。我觉得吃烧鸟最后一定要吃亲子冬才行，米饭才能满足你最后的猪瘾。再来一口每家店都有的解腻萝卜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统一把萝卜作为解腻的菜。推荐指数8.5分，卡玩意儿。对了，我的提灯呢？